他13岁登基，横扫6国，结束了400年战乱，开创大一统，是万人传颂的千古英主。可是他身份不明，相貌奇特，迷恋方术，严刑峻法，被骂成了生性残暴的疯子。他生前的后宫扑朔迷离，死后的陵墓更是匪夷所思，甚至还一度传闻他曾接见过外星人。他就是华夏帝王中谜团最多、最神秘的秦始皇。下面我会分期带大家全方位盘点这位神人几乎全部的谜团。那咱们话不多说，就先从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那顶绿帽子开始。他的亲爹到底是不是吕不韦？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不是吕不韦？这顶帽子可是扣了2000多年，甚至一度成为了秦始皇的标配，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各种影视剧集，连司马迁自己都在《史记》里前言不搭后语。在《秦始皇本纪》里，司马迁明确地记载他是秦庄襄王子楚的正统宗室血脉。结果到了吕不韦列传里又说，吕不韦在赵国邯郸娶了个美人赵姬，并且开花结果。后来得知子楚也看上了赵姬，便为了政治投资，把挂着娃的赵姬送给了子楚。随后姬自溺有身，至大7时生子正，也就是说赵美女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儿，还生下了嬴政。这不是明摆着昭告天下嬴政是老吕的儿子吗？很多人啊看到这儿就信了，毕竟是《史记》说的呀，朋友们。但是咱们稍微仔细的多看那么一眼，就会发现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。这个重点就在至大7时这4个字上。在古汉语中，大7指的是妇女怀孕满10个月足月分娩的时间。您算算这个时间轴，如果赵姬在送给子楚之前就已经挂了吕不韦的娃，那她嫁过去瞒不了几个月就得卸货。如果情景真是如此，子楚作为一个男人会是傻子吗？况且说一个国家皇权继承人的选拔可不是儿戏呀，必定会经过宗族长老、太医、大臣们在时间、背景、医学上的层层筛查，根本就没有草率的可能性。只要有蛛丝马迹的疑点，就不可能让一个身份存疑的人登上皇位。司马迁当时为什么前后矛盾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真的是把我看得迷迷糊糊，一脸蒙圈。那么对嬴政血统的质疑，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可信的。所以说这段八卦写的那真是让人五味杂陈呢。司马迁这让人琢磨不透的笔墨，可不是写人家的丑闻这么简单。在他老人家的著作中，秦始皇甚至被塑造成了一个畸形残废，可就是这么一个残疾人，居然蹦跶到朝堂上演了一出秦王战荆轲的5行大戏。那把传神了的徐夫人匕首，到底是漏算了什么物理学的破绽呢？秦始皇到底是不是个畸形？在历史的传播中，关于他的相貌被分化成了2个极端，一个是猥琐畸形、患有软骨病的残疾人，另一个则是身高接近2米、威武雄壮的西北巨汉。猥琐残疾说的源头还是出自《史记》里魏辽的一句评价：风准、长目、鸷鸟鹰、柴生、少恩而虎狼心。这句外貌评价真的是极其糟糕，况且后面还跟着一句少恩而虎狼心，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对嬴政的赞美之词。那么我们现在请大家脑补一下，在严刑峻法的大秦，魏辽怎么敢公然地编排自己老板是个奇丑无比又虎狼之心的人呢？
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魏辽准备在离职之前私下里对老板的吐槽。可就这么私密的话，100多年后的司马迁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所以说，所谓风准柴生，大概率是汉代文人为了当时政治利益的文学创作，给秦始皇量身定制的黑公关小作文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如果你讨厌一个人，那他连呼吸都会是错的。既然不是残疾人，那他会是身高2米、战斗力爆表的西北巨汉吗？这个说法的起因是著名的荆轲刺秦。说嬴政在被行刺的过程中，有能力在被动的情况下1对1拔剑反杀训练有素的荆轲，绝对的那是武力值爆表啊！既然这么说，我们就要来看看史记直播的刺杀现场了。荆轲把徐夫人匕首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地图中，以此来接近秦始皇。当图穷匕现的那一刻，荆轲迅速地用左手抓住了秦始皇的衣袖，顺势右手一发刺击，在还没碰到目标的那一刹那，秦始皇顿时一个机灵，我的妈呀！随即挣扎逃脱，连衣袖都扯断了。他下意识地拔剑，但却发现长剑太长，只能死死地抓住剑鞘。当时情况紧急，长剑居然卡在鞘中纹丝不动，无法立即拔出。嘿呦！于是这荆轲就拎着匕首开始追砍秦始皇，殿上顿时鸡飞狗跳，一片狼藉。秦始皇见势不妙，搂头就跑，绕着柱子跟他周旋。在场的群臣一脸懵，因为秦国的法律规定，上殿的人都不能带着家伙，有武器的侍卫没有被召唤的命令时，只能在殿下待命。在这么一个危急关头，根本就来不及召唤他们，所以荆轲拼命地追，秦始皇就放肆地跑。仓皇之中，大家手上没有武器，只能徒手帮着秦始皇打荆轲。这时候御医可是急中生智，随手一记药袋子飞机，稍微地阻挡了一下荆轲的前进。大家慌乱间提醒着秦始皇，王复剑，王复剑。果然这办法奏效了，有了药袋子耽误的那电光火石和大家的助攻，秦始皇将长剑背到身后，顺利拔出，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，随即补刀完成反杀。刺激啊！这个完整版的刺杀过程大家应该能看明白了。当时大殿上乱作一团，大臣们抱腰的抱腰，扯腿的扯腿，与荆轲进行肉搏，阻挡着他。最后神助攻提醒了秦始皇拔出长剑，他能反杀，靠的不是体格，而是文武百官的拉偏手。这里面还有一个物理细节，司马迁写的是嬴政断其左骨，也就是一剑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。这恐怕又是司马迁在为戏剧张力而吹牛了。从真实的冷兵器实战角度来看，一刀斩断连肉带骨的大腿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关于这方面，大家可以看看网上有关日本居合训练的视频。斩切草席的练习是极其讲究角度、速度和发力方式的，如果三者间没有配合好，是很难做到一刀砍断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平时下厨时砍一砍排骨就知道了。更何况秦剑长度近1米，细长偏窄，这种形制明显就是以刺击为主的武器。这并不是靠着力大专飞就能达到的效果，除非秦始皇他是个常年接受剑术训练的高手才行。所以综合以上各种的推论和猜测，我认为他并非残疾人，同样也不是个超人。固然长剑与身高的比例说明他不是一个1.5米的矮个子，但也不会是接近2米的篮球运动员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一个体格普通，遇到刺杀也会吓得拔腿就跑的正常中年大叔。
如果我们去除神话的包装，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，那么他的家庭谜团就显得更加的迷雾重重。因为您纵观历史，也找不到哪怕一丁点的对他夫人的描写和记录。难怪网上有人会猜，他该不会是个秦始皇，他该不会是个女人吧？这个传闻虽然戏谑而荒谬，但这句话确实切中了大家心中的疑问。他没有皇后吗？为什么皇后的记录是一片空白，甚至连一个字一个封号都没有？这显然不正常啊！关于这个谜团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2种解释。第一种是以王立群教授为代表的生母阴影说。这种说法的核心是，秦始皇之所以不立皇后，是因为他的生母赵姬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创伤。赵姬身为太后，却与吕不韦纠缠不清，后来更是与嫪毐私通，居然还瓜熟蒂落，最后竟然密谋发动兵变。这场至亲的背叛，让秦始皇对女性产生了极度不信任的仇恨，患上了严重的女性应激综合症。他绝对不允许再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有机会对他的权力产生威胁，因此不立皇后。第二种是以李开元教授为代表的观点，他认为秦始皇在历史上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皇后，因为秦王迎娶楚国的公主已经成为了秦国的一个惯例，楚系外戚势力是盘踞在秦国体系中的老牌势力，因此他大概率立过皇后，而且这位皇后应该也是一位楚国公主。也正是这位公主生下了长子扶苏，但因为一位存在感最低的大秦丞相，皇后的娘家哥哥昌平君，在秦灭六国的关键时刻突然叛变，甚至跑回老家当了最后一任楚王，这让秦始皇彻底震怒，使得他不仅在朝堂上血洗了楚系外戚，更是毁掉了所有关于皇后的记载，让大秦的后宫在史书中集体的失了踪，甚至日后牵连到了公子扶苏。而扶苏的欣然赴死，也说明了他早就了解到自己处于一个政治死角，早晚是难逃一死。所以当陈胜吴广喊出大楚兴陈胜旺的起义阶段，他们打出项燕与扶苏的旗号，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大楚兴，兴的是楚，项燕是楚人，而秦国的公子扶苏也是楚国公主所生。到这里，一切就有了一个完美的闭环。2位教授的观点那是精彩纷呈，各有千秋，在逻辑上也都有理有据，这就相当于平行时空的事物发展多样性。如果您要是问我的偏好，我自己更倾向于李开元教授的观点，这个观点逻辑性更强，而且串联起了更多的细节和历史谜团。那么屏幕前的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关于历史，总有着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神秘和扭曲，所以要时刻保持独立思考，才能不被洪流裹挟。读历史嘛，就是盲人摸象。我今天摸到的到底是不是大象呢？篇幅所限，这期只讲了秦始皇众多谜团当中的一小部分。至于秦陵地宫里那些传得神乎其神的黑科技，甚至史料里记载的外星人接触事件，真相到底有多离谱？期待您的订阅，我是振三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